这个男人已经活了14000年，所以他必须每隔10年搬一次家。前来送行的朋友们有些不理解，他们不明白泰勒为何要放弃哈佛历史学教授的职位。泰勒只能谎称自己得了恐惧症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要移居别处。这时，一名女教授发现一幅类似于梵高的真迹竟被放在了地上。泰勒解释，这个是曾经的朋友赠送。只是众人不知道的是，泰勒口中的朋友其实就是梵高本人。前来送行的人都是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教授，他们并不相信泰勒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这种病。而说起年龄，女教授说到，泰勒这10年来丝毫不见衰老，这可是每个女人都想要知道的秘密。虽然这只是个玩笑，但也算活跃了现场众人即将离别的气氛。就在这时，人类学家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鹦鹉会的流刀，旁边的考古专家急忙拿过来查看。经过反复观察，他确定这的确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物品。人类学家询问泰勒从哪弄来的这东西，泰勒随口解释自己在旧货店2块钱淘来的。此言一出，直接让众人羡慕不已，毕竟这东西已经无法用价值来衡量。突然，泰勒询问众人一个问题：假如有人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存活到了今天，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子？人类学家还以为泰勒要写科幻小说，随即便来了兴趣。他从解剖学上分析，如果有人真的能一直活到现在的话，他应该和正常人的身体没什么区别。但女教授却不以为然，她认为有可能常年的学居生活会导致他是一个野蛮人。但人类学家立即反驳，假设这个人活了140个世纪，再假设他有正常的智力且拥有求知欲的话，他一定会随着时代而自我改变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认知和知识会无比的渊博。这时，生物学家开始说话了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，这人应该的细胞拥有完美的再生能力，特别是关键器官的细胞。正常来说，人类其实是可以活到190岁左右的，只不过大多数人会死于慢性中毒，也就是氧化。人体的整个代谢过程下来需要7天，但这个进程却十分不稳定，废物积累终究会导致器官衰败。假如这个人免疫系统很特殊，可以做到完美解毒和完美再生，那么他确实可以实现永生。毕竟在古代被视为魔法的东西，如今都成了真，比如哥伦布的新大陆或哥白尼的创立日心说。在此之前，人们不都是把他们称为疯子或骗子吗？这时，泰勒却反驳了生物专家，最早提出日心说的其实是阿里斯塔克斯说的，而且他曾有和哥伦布一起去远航，当时还担心哥伦布会在某个边缘掉下去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纷纷瞪大了不可思议的双眼。大家不是一直在假设的讨论吗？泰勒怎么说自己见过哥伦布？众人还以为他在说笑，不曾想泰勒却严肃地表示，他其实就是那个活了14000年的克鲁马努人，还向众人做了一个原始人的吼叫。这一声成功逗笑了众人。泰勒又接着说道，他之所以每隔10年搬家一次，就是害怕人们会发现他不会变老，所以只能选择离开这个地方。泰勒越说越离谱，众人也一下子分不清他到底在开玩笑还是入戏太深。随后，泰勒开始讲述自己那段漫长的人生。在第一个生命阶段，他长到了35岁，便不再变老。当时部落里的人还以为他身怀魔法，于是便把他推上了首领的位置。起初，人们还尊敬有加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觉得泰勒是靠着窃取他人的寿命而一直长生不老，所以恐惧感促使部落最终驱逐了泰勒。从那之后，泰勒便一直生活在被部落相互驱逐的日子里。慢慢的，他学会了如何加入新部落，以及如何定期离开。因为当时还处于半游牧民族，要随着气候和猎物迁移，泰勒混在其中并不显得奇怪。起初，泰勒认为天上一定有神仙，所以自己才长生不老，也一度以为自己遭到了诅咒才会这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后来他才渐渐变成了一位无神论者。说到这里，女教授询问了一下车上梵高的那幅画，泰勒表示当时他成为了一个养猪的农民，而那个叫梵高的男人经常去他那里作画，久而久之，两人便成为了朋友，甚至经常讨论如何将大自然捕捉到艺术中。后来他又认识了特纳、塞尚以及毕沙罗，直到梵高死后，恰恰又到了他该移居的时间，所以他才从法国移民到了美国继续生活。这时，考古专家再次提出了疑问，既然泰勒拥有长生不老的秘密，为何现在要把这些告诉给他们？泰勒说道，其实这也是突发奇想，或许并不是一个好主意，但他想以真实的身份向众人告别。这番话让考古专家突然意识到，泰勒似乎真的不是在开玩笑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他肯定泰勒的精神一定出现了问题。
于是他给心理专家的好友打去了电话。另一边，泰勒将行李搬到车上时，凯莉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意。从泰勒刚来学校的第1周，凯莉就爱上了泰勒。泰勒听后也承认对他的确也有好感。可这样的事在他生命历史的长河中发生了太多次，他曾亲眼看到妻子和孩子慢慢的变老，而他只能在10年之后选择弃他们而去，所以泰勒不想耽误年轻的凯莉。随后两人回到房子里，众人再次问起了泰勒的经历。泰勒开始讲述他向东而行的历程。自从明白了自己的特殊后，他愈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，于是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慢慢前行。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海洋，也就是现在的地中海附近。他抵达了东方，在那里他见证了颇为壮观的青铜器时代，然后又沿着东方的贸易线路行走。一路上，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造物奇迹。泰勒还学习了他们的语言，也渐渐意识到自己这样闲逛毫无意义。于是他留了下来，当了2000年的苏美尔人，也就是后来汉谟拉比法典下的巴比伦人。最后因为不死之身，他又不得不继续东行。他来到了印度，正巧赶上了佛祖的时代。释迦摩尼是他见过最特别的人，对方教会了泰勒很多东西，于是泰勒开始跟随佛祖学习。虽然佛祖看出了泰勒的与众不同，但他到死都没有询问泰勒的秘密。恰巧此时外面来了一辆车子，而他正是考古专家之前打电话喊来的心理专家。随后心理专家在了解了情况后，询问泰勒活了这么久，难道就没有生过大病吗？泰勒表示他在史前时代得过2次肺炎，在最近的几百年里，他得过伤寒、黄热病和天花，而且还在黑死病中也幸存了下来。因为他身体的特殊性，他并没有留下任何疤痕。听到这里的生物学家有些震惊，他强烈要求泰勒去他的实验室走一趟，但却被泰勒直接拒绝。他可不想被当作小白鼠来研究。接下来，心理专家又询问泰勒如何看待朋友和家人的问题。对泰勒而言，认识了一个人，知道了他的名字，感觉还没说上几句话，这人就去世了，仿佛就像海浪潮来潮去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自己也会慢慢的淡忘他们。虽然其中有家人，也有好友，可他也无能为力。他所能做的，就是在别人发现他的秘密之前，远离他们。这时，生物学家询问泰勒有没有遇到过其他同样是长生的人。泰勒说，在17世纪，他曾遇到过一个人，直觉告诉泰勒，这个人似乎和他是同类。于是他和对方畅谈了2天，结果得知这人竟然是来自于另一个时间、另外一个地方。可最终他们还是无法确定对方口中所说的真实性，两人都互相认为对方可能在欺骗自己，于是他们开始分道扬镳。没想到的是，200年后，他竟然在布鲁塞尔的一个火车站再次看见了他，只不过对方很快的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。生物学家又随口询问泰勒闲暇时都做些什么。泰勒表示，他一般会去新几内亚的一个原始部落，在那里人们会把他当成不朽的神来崇拜，甚至还为泰勒树立了一尊巨大的雕像。当时的他很享受这种感觉。泰勒表示，很久以前他也有着自己的信仰，但现在他什么都不再信奉。可接下来泰勒的话将再次刷新他们的人生观，因为泰勒之前跟随佛祖学习后，500年后他再次回到了地中海，这一次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伊特鲁里亚人，还编写了一本叫圣经的书。那时候整本书一共也就100个字。随后他悄悄地潜入了古罗马，可当时的古罗马到处充满了杀戮，于是他就以现代的形式开始传播自己的教义，结果遭到了罗马政权的反对。原来泰勒就是基督教里的耶稣，他后来装死为了离开。当信徒们将他安葬在山洞后，只不过没有想到在准备悄悄离开时被人发现了，这也就有了后来流传下来的耶稣复活的神话传说。这一番话下来，众人的三观彻底被狠狠冲刷了一遍。说到这里，信奉上帝的女教授已近乎崩溃，她实在是无法接受泰勒讲述的这些，因为她就是基督教的信徒。生物学家突然对泰勒说道，虽然我不相信你真的疯了，但你必须承认这就是个荒唐的故事，否则我就强制把你送进精神病院。泰勒先是沉默了会，然后在众人期待的表情中表示，这一切只是一个故事，他感谢大家给他启发了灵感，所以才编造了一个如此荒诞的故事。尽管他们无法反驳泰勒讲述的一切，但也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。现在泰勒承认了，众人才终于释怀。凯莉却不相信泰勒是个会欺骗大家的人，他说出了泰勒以前用过哪些名字，于是泰勒漫不经心地说了一些，比如泰勒佩利是他旧17时代的名字，泰勒萨维奇是他当演员用的名字，而泰勒帕提则是60年前在波士顿当老师时他用过的一个名字。
没想到这个名字正好被心理专家听到，这正是他父亲的身份和名字。经过核对，原来心理专家竟然就是泰勒的孩子。只不过如此大的冲击让心理专家一时难以接受，在巨大的刺激下引发了心脏病，最后不幸离开了人世。泰勒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他面前死亡，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感伤，或许这一切早就让他变得麻木不仁。安排好一切后，泰勒准备驾车离开这里。但在临走前，他还是将车子停了下来。他最终还是愿意给凯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而随着年轻的凯莉缓慢地走向车子，本故事也基本上就到此结束。